终于我的免费 iPad 到啦！等了足足1个月。诶，哪里有免费的 iPad 哦？捡到的、抽奖中的都不是哦，我是凭实力赢到的。嘿嘿，其实我是参加了霹雳州药剂部门主办的 TikTok Video Challenge 拿到的头奖哦。你以为药剂师只会拍药？诶，哥不一样。可以来看看我得奖的影片哦，顺便学下如何分辨你买的药是否是合格合法的。哇，这就是 iPad 2021第9代，还是最经典的苹果 iPad 设计。2个喇叭在下方，还有是使用 Lightning Port， 旁边3个小点是来连接智能键盘，上方还保留了 3.5mm 的耳机插孔。盒子里呢还有说明书、充电器和充电线。配件部分我很早就买咯。有苹果笔苹果笔套、保护壳，还有 Paperlike 类纸膜。好，现在就来装上这款 iPad Smart Cover， 它是由高档 TPU 材制作的，所以能更好的保护 iPad， 防摔、防刮，还能很好的散热。喇叭、音量键、摄像头的位置呢都很准，刚刚好。它还有智能休眠模式哦，开盖自动唤醒，关盖休眠。还可以调成2个角度，65度来看戏，还有30度来上网、做笔记等等。接下来就来开箱苹果笔啦。iPad 用的是苹果笔第1代，所以不要买错咯。它的表面是光滑的，整个笔杆是圆的。它还有一个笔帽，可以拆开来，里头呢就有一个 Lightning 接口来配对 iPad 和充电。接下来就拆开笔尖套，将笔尖套轻轻的套上去就可以咯。还有这个可爱的 Carrot 苹果笔套，因为它实在是太紧了，塞不进，只好在中间剪一个裂缝，才能够把笔装进去，然后套住笔帽，这样笔帽呢也不会容易消失。装上过后呢，手感很好，比较容易握着，也可以防滑防摔。第一次使用苹果笔呢，需要将 Lightning 接口先对准 iPad。插进去后呢，就会弹出配对的提醒。点击配对后，不要马上拔出，跟着它的步骤做好，才拔出来。苹果笔直接在屏幕写字的话呢，就会有声音哦。用久了，笔尖也会损坏。有了笔尖套，声音减少，又防滑耐磨，也不会影响苹果笔的使用。屏幕贴膜呢，我选了 Switch Easy 的类纸膜，高清，而且还防指纹、防刮伤，也不会反光。这个 iPad 主要是给我老婆来做笔记和画画的，所以贴上 Paperlike 类纸膜是最适合的。这样在 iPad 上写字画画，就好像写在纸上面的感觉一样，不会不自然哦。贴上去的过程也很容易。这款是贵了点，但它是使用日本进口材质，所以它很薄，不会影响屏幕本身的色彩和亮度。真的感觉像写在纸上面，很顺滑，触感也很真实。可是如果加上笔尖套，就没那么顺滑了，有点反效果哦。所以我个人建议，如果有了类纸膜，就不需要买笔尖套；如果有笔尖套，这样就买个普通的屏幕贴膜就行。iPad 虽然比不上 iPad Pro、Air 或者 Mini， 但它绝对是性价比最高的，价位在马币1499，它算是入门级的便宜 iPad。可是便宜并不代表说它没有质量哦。如果是 Android 平板，我会说不要买便宜的，不要买入门级的。但苹果的 iPad 不是这样，在同等价位上，我可以说 iPad 秒杀其他的平板。用过 iPad 都知道它是多么的顺滑，性能又稳。你看我老婆这款2013年 iPad Air 用了8年，但还是可以用来看戏、上网、玩游戏。这一点呢，我还真的是很佩服 iPad。iPad 第9代有什么不一样呢？它跟上一代是同样的价位，但它的储存容量从最低32直接上升1倍到64GB。iPadOS 15.1有很多新的手势哦，比如说4个手指往上滑就会来到 APP 切换窗口，或者也可以1个手指向上滑然后按住，或者也可以在底部向左向右扫，直接切换 APP， 还有轻轻点下顶部的3个点，就能同时打开不同的 APP 来 multitasking。 你甚至还可以自由的调整每个 APP 的页面大小。右上角滑下就是控制中心，这里就能开启 True Tone，iPad 会跟着周围的灯光来调节屏幕的色温和亮度，看起来会比较自然。你也可以在控制中心添加这个设置，就能从这里直接控制你页面的字体大小哦。
如果有苹果笔呢，能够在任何一个 APP 从右下角滑去中间，就能快速的打开笔记本做笔记，然后还可以反方向收回去。从左下角滑去中间，就能够马上截图，然后在图片上呢，你可以做任何的涂改和笔记哦。还有在任何一张的截图或者照片，只要你长按住字体，就能从照片选择你要的句子，直接复制到笔记中，这样呢就可以省下很多的时间。iPad 的前置摄像头还升级成1200万像素的广角镜头，也有 Center Stage 的功能，就是你使用 FaceTime 视频通话的时候，不管你怎样移动，它都会自动把你的人头保持在画面中。这个功能在其他 APP 比如 Zoom 也能够使用哦。现在很多大学生都是用 iPad 和苹果笔来做笔记了，因为它很方便，特别是这个功能能够把你写的字直接转换成字母。你看，超准的，我这么丑的字都能够认得。你用其他的 APP， 比如说 GoodNotes、Notability 也是有这个功能哦。你可以点2下就能选择那个字，点3下就能选完整个句子。如果你写错了，你画几下就能删掉。还有，你中间画1下也能分开那个字。如果你长按一个点，就能够在那里添加字体哦。不只是英文，华语也可以哦。在键盘符号这里点1下就能换成华语。来，我们试下，写个大家好。哇，强，还是一样能够认得出我的字体哦，超强的这个功能。如果我写的字都能认得出，那你们的肯定可以。还有，你们也可以使用它的尺来画出完美的直线哦。苹果笔没电了，把它插进 iPad， 最多15分钟就可以充满电量。那要怎样知道苹果笔的电量有多少呢？从这个 widget 小图标就能知道你的苹果还有多少电。没有的话，长按屏幕，然后选一个可以显示电池的图标，选你喜欢的一个，接着按添加。有了苹果笔，能够轻松的做笔记，还有就是可以画画。这就是我买苹果笔的主要目的啊，就是要让我老婆在空闲的时间不要只是天天追连续剧，可以用下苹果笔来绘画，学一些平面设计，比如设计一些 sticker、logo 之类的 graphic design， 然后来卖，赚钱养我啊。说实话 ，iPad 真的值得买。它的 A13 Bionic 镜片加上3GB 的 RAM， 足够应付你日常的使用，上网、看戏和玩 High Graphic 的游戏都可以。所以如果没有特别的需求，这款 iPad 第9代真的够好了。好，这期视频就到这里哦，我是 Jason， 你的药剂师，我们下期见。